好，那么我们在说完了这个 ARP 啊，就是如何去获取对方的地址啊。记住 ，ARP 在获取地址的时候发送的这个请求是广播的，是所有人都能收到，但是只有被请求的这个主机会给你回应，而他给你回应是单播的，他悄悄地告诉你啊。那么 ARP 这个协议在以太网里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如果没有 ARP 协议，以太网是没有办法工作的啊，这一点一定要记住。以太网就是靠着 ARP 协议来进行2层地址 MAC 地址和3层地址 IP 地址的一个对应或者叫做映射关系的。好 ，ARP 协议呢，它是一组，除了这个标准的 ARP 就是获取地址以外，我们还有一个什么协议呢？还有 ARP 的一些扩展，比如说有一个东西叫做代理 ARP， 啊，叫做 Proxy 代理 ARP。那么代理 ARP 是什么呢？是这样的，如果说我的一个 ARP 请求啊，我要请求这个一个目标地址，而这个目标地址呢，可能刚好不在我的网络内啊，或者说我没有办法请求到，那么我的这个地址目标地址不在网络内，我请求不到，但是我的网关就中间这台设备啊，这个是个路由器，我们以后的路由器都按这个方式来表示了。那么路由器却可以到达对方，那怎么办？啊，那么连接对方的这台路由器会替代这个 A 网络去帮我回应一个 ARP 的报文解析，也就是说，你不要管那边是怎么回事了，你只要把这个报文发给我，我来帮你进行转发。这个路由器作为了一个代理的角色出现，那么这种 ARP 就叫做代理 ARP。整个代理 ARP 的过程，注意。啊，在这儿呢，我们要先说明一下的是，大家在现阶段只需要了解有这样一个功能就可以了。然后我们在 P 级课程里面啊，我们在后续的课程里面，我们会将代理 ARP 解释清楚。至于我们华为的设备，默认啊，我们的设备上面代理 ARP 默认是不开启的，啊，代理 ARP 默认是不开启的。好，下面我们来看另外一个叫做免责 ARP 或者叫做无故 ARP， 这个 ARP 是很重要的，啊，这个 ARP 是很重要的一个协议，啊，那么这个 ARP 的协议重要在什么地方呢？这个东西无故 ARP 或者叫做免责 ARP， 它有几个功能，它最主要的第一个功能，也是我们最常见的功能是什么呢？是地址冲突检测，啊。比如说，如果说我配置了一个 192.168.1.10， 你也配置了一个 192.168.1.10， 而我们两个接在了同一个局域网内，我们的这个 PC 上面是会弹这个一个气泡消息，对吧？我们会报错的，说告诉你，哎，对不起，你这个地址有冲突等等的一系列东西。那么我们两个可能没有做任何的数据交换，我们两个没有做过任何的数据通信，它为什么就能知道对方跟我冲突了呢？冲突了是不行的，因为我们说 IP 地址至少在一个网段之内是必须为一的，对吧？私有地址嘛，你可能在 Internet 上大家都可以用，但是在一个局域网内啊，我们的 IP 地址应该是唯一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是怎么得知对方啊有这么一个需求的，有这么一个地址跟你不一样的呢？用到的就是代理 ARP。好了，那么现在我们不谈这个检测的方式。啊，我们不谈检测的方式和工作原理，那么我们来谈一个生活中的现象，最简单的一个生活中的现象，比如说在我们这儿，啊，我们有一个教室，比如说大学一开学，对吧？我们学校一开学，今年是这个刚刚入学的第一个学期的第一天，大家谁都不认识谁，然后刚巧呢，你的名字呢，比较大众，啊，比如说你叫张三，那你比较大众化，那么你想知道这个班里面有没有人跟你重名，你该怎么办？其实非常简单，大家谁都不认识谁嘛，啊，你也不知道这个班里谁叫什么，因为这今天第一天。那你想知道有没有人跟你重名怎么办？很简单，你在门口喊一句说张三，老师找你。这个时候，如果真的有人跟你重名，他也叫张三的话，他会立刻站起来，啊，跟你说，问你啊，哪个老师找我，老师在哪儿，你带我去一趟。哎，这个时候就其实你相当于骗了他，对吧？其实你没有找到他，没有人找他，啊，这当然了，最不好的情况是可能会有两个人都叫张三，然后他们两个比较笨，是吧？不知道谁是重名，
然后2个人一块站起来，那这事儿就更坏了。那么更多的情况下是什么？更多有一个人啊，如果有人跟你重名站起来，他说：“哎，老师在哪儿？你带我去。”啊，这个时候你可以跟他说：“哦，其实我也叫张三，是吧？这个咱们2个重名了。”那么如果说你喊完这句话以后，啊，别的同学都在啊，就首先要保证这句话都被听到了啊，然后没有人站起来响应你这个事儿，那就 OK， 没有人跟你重名，你老老实实坐在那儿就完了。好。这个地方我们换回来，我们可以看到，如果你想知道网络上有没有人跟你 IP 地址冲突，你该怎么处理呢？借用 ARP， 我们说 ARP 发出的可是一个广播消息，也就是说这个网段内所有的人都能听得到这个消息的。那么比如说你用的是 10.0.0.1 这个地址，那么你发出一个消息，的这个目标是什么呢？就是你去问谁是 10.0.0.1， 然后告诉我你的MAC地址是多少。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真的有人跟你地址冲突，他一定会回给你个MAC地址的。那么也就是说，你在这个网络里面问了一圈，问完了以后，有人跟你地址冲突了，他回给你MAC地址了。那么对于你来说的判定就是，如果我自己去解析啊，或者通过 ARP 协议自己去解析自己的这个 IP 地址，有人给我回应了，那么就说明他跟我地址冲突了，对吧？那么如果说我发出去以后没有人给我回应，当然这个时间也不会太长，比如说几秒内啊，1秒钟之内或者2秒钟之内没有人给我回应，那么 OK， 我就认为这个网络里面没有人跟我地址冲突。这个协议的巧妙之处就在这儿，我可以自己去问一下自己啊，自己装着自己不知道去问一下，然后看看有没有人给我回信儿。这个东西就叫做免责或者叫做无故的 ARP， 这个东西用来做地址探测的。而这个地址探测，注意 TCP/IP 的协议里面对于 ARP 有一个规定，默认情况下我们的操作系统会每5分钟做一次地址探测的工作。也就是说，每5分钟我就会自己向这个网络中问一下有没有人跟我谁是我的这个 IP 地址，然后把你的 MAC 地址告诉我。一旦有人回应，就会爆冲突。所以说，不是说是刚开始的时候啊，这个怎么样啊，我们会报地址冲突。你会发现这个地址冲突，你要不管它，它会持续的，每隔一小段时间就冒出来一次，每隔一小段时间就冒出来一次。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每隔5分钟默认就做一次这个冲突检测的，这个是默认这个是免责 ARP 最主要的一个功能。这个功能就是做地址探测。当然，免责 ARP 还有一些其他的功能，这个我们在后续的内容里面我们再去提。好 ，ARP 系列的这个协议里边，除了免责 ARP， 还有另外一个东西啊，叫做 RARP， 叫做 Reverse ARP， 叫做反向 ARP 或者叫逆向 ARP。这个逆向 ARP 是干什么用的呢 ？ARP 刚才我们说到是通过对方的 IP 地址找到对方的 MAC 地址的，也就是说通过 IP 找到 MAC 地址的这么一个协议，3层到2层的映射。那么对于 RARP 来说，它刚好是相反的，它是通过一个2层地址。一般是什么呢？是通过我自己的2层地址去申请到一个3层的 IP 地址，这个东西就叫做反向或者叫做逆向 ARP。这个东西现在用的非常少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东西呢，以前是给无盘工作站用的，就是有一些可能网吧还在用无盘工作站。就是那个电脑上面什么都有，就是没有硬盘。那所有的操作系统呢，在启动的时候呢，都要通过网络，通过服务器去获取。那么你想想看，你的主机上面根本就没有硬盘，没有办法启动操作系统，所以说你不可能有 IP 地址，你只能是有一个网卡的这个 MAC 地址。那么你在做连接，从服务器上去下载，或者说去连接服务器，去连接你的操作系统，下载你的操作系统的时候，在这个过程中，你必须去得到一个 IP 地址。那么这个 IP 地址怎么得到呢？就是通过你自己的 MAC 地址告诉这个服务器，服务器分配给你一个
IP 地址。注意这个地方和我们之后所说到的那个自动分配，就是我们现在大波数这个无线用到的这个 DHCP 啊，这个是不一样的。这个叫做反向 ARP， 这个东西现在几乎不用了，啊，几乎不用了，大家了解一下就可以。在 ARP 里面啊，最主要的就是那个一个是 ARP 的基本功能，啊是如何去做的。第二个一定要理解这个无故 ARP 是如何去探测地址冲突的。好，那么最后一个部分呢，我们来看一个在网络中路由器的作用。注意，路由器呢，我们说它运行在网络层，啊，我们之前说过的两个设备，第一个物理层的设备是集线器或者叫做放大器啊，中继器，那个是个物理层的设备。那么我们说第二层啊，数据链路层，它是交换机工作在数据链路层，它要查看这个主机的 MAC 地址了。那么路由器是工作在网络层的，啊，它的作用是什么呢？实现不同网段之间的，或者说不同 IP 网络之间的互联。然后它对于分组数据进行一个转发。注意，它这个分组数据啊，我们在这儿所说到的分组数据，就是我们平时的业务或者说我们上网用到的这些IP 的数据。那么路由器有几个功能？第一个，路由器的叫做路由，或者叫做寻址啊，或者叫做寻址。那么我们说三层有两个功能啊 ，IP 层面有两个最主要的功能，一个叫编址，一个叫寻址。前面我们说的 IP 的子网划分啊，包括 IP 地址啊、掩码等等，那都叫编址功能。那么路由器呢，来负责寻址，啊，它需要建立路由表，去刷新路由表，它有一个表格啊，它通过这个表象来寻址。第二个，子网间的速率适配，这个怎么去理解呢？啊，路由器的接口是很丰富的。啊，比如说我的家里面可能是10兆的网络，而你的家里面可能是100兆的网络，我们两个想连起来怎么办？通过一个路由器，它可以在两个不同速度之间啊去进行一个这个网络的适配。第三个，隔离网络，不同的子网会被隔离开，被路由器隔离开。注意，防止网络风暴指定访问规则，在这个里边，防止网络风暴主要说的是路由器隔离掉了广播。就是你的广播只能在你的那个网段内实现，你不能说是弄得满世界都是啊，满世界都是，这个是不行的。在 Internet 上是绝对不允许有广播的。想想看 ，Internet 上有多少设备啊？有不计其数的几十亿甚至上百亿个设备。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说每个设备都发广播，然后大家都可以处理的话，那这个网络就不要干别的，就全是广播了。所以说，路由器一定是可以隔离广播的啊，防止这种风暴的产生。另外，路由器后面我会介绍到一个东西叫做访问控制列表，有一定的防火墙的功能，就是我可以指定谁能访问谁，谁不能访问谁。当然，这个功能啊，不是所有的路由器都有，一般我们家用的路由器可能会做不到。我们的后面我们介绍到的这个设备是可以完成的。最后，异种网络的互联，什么叫异种网络？不见得是以太网。比如说电话线啊，比如说我们昨天讲到的各种什么 V35啊，什么2.24啊，这种各种的线缆，啊，那么这种线缆呢，不同的线缆我们都可以通过路由器去连接。到目前为止，几乎啊所有的运营商可以提供的这种很特异的这种线缆的接口和线缆的速度，啊，那么你在路由器上都可以找到相应的适配的板卡去完成它。当然，这个还是我们家用的路由器是做不到的。那么就是我们后面所说到的这种商用的啊，或者说这种大型的或者中型的这种路由器，那么它是可以完成这样的东西的。好，下面我们来看这个里边最主要的一个概念，为什么说路由器工作在第3层？啊，在这儿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数据的发送，啊，一个数据，这个 LAN 里面有一个数据发送出来。那么首先，如果你的路由器是它的网关的话，它首先会发送到这个路由器的网关上面去，然后路由器通过它的接口物理层去把这个数据包收下来，收下来以后，在链路层，注意这个地方，在链路层它要把这个东西拆掉，把整个的2层报文拆掉，拆掉以后，路由器在网络层，也就是说看到这个数据报文的第3层的一个信息，啊，路由器在网络层看到这个报文的第3层的一个信息，看到了以后，根据我的表象来执行选录和转发的操作，然后再把它发下来。
发下来的时候，这个地方第二层和这个第二层很有可能是不一样的，很有可能是2个封装。也就是说，这个链路层这儿是一块，这是另外一块。比如说这是网线，那可能我们的路由器连接一个公司的路由器，可能我们要连接一个光纤。那么这个网线和光纤2个第二层的封装应该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说这个封装过程是重新进行的。然后把它转发出去，到了下一个路由器依然是接收，把你的这个封装拆掉，看到你的 IP 地址，然后根据路由器 IP 地址网络层的一些功能，然后我再把你找到一个接口，再进行重新的封装，再出去。所以说我们看到路由器决定把这个数据报文从哪儿发出去，它依赖的是网络层的 IP 地址来完成的。所以说我们认为路由器工作在网络层，也就是说路由器是一个3层设备。我们再来看一下，上去过来，并且重新封装，到了目的地，到了这儿再来重新封装，然后发给后边。如果后面有多台设备，会一步一步执行这样的一个操作。好，那么路由器看到你的3层，靠什么东西来完成这个路径的转换呢？这个东西叫做路由表这个后面我们也会提到，路由器中时时刻刻都要维护一张路由表，这个表象就是用来做什么呢？就是用来指导路由器做转发操作的。路由表里面包含了以下的内容：目标地址是多少，就是你要去哪儿；然后第2个延码你这去往这个地址的延码是多少；然后接口，我从哪个接口走，下一跳地址，下一个设备会是谁。这个是路由表的功能，后面我们会详细在讲路由的时候在讲路由协议的时候，我们依然会说到。好了，那么这个呢是我们的这一个部分的内容。